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这节国际的议题，我们其实今天难得不是看不是看川普，是看马克宏。没有，今天被老婆打了一巴掌，没有啦，还是先看看川普好了啦。说川普呢，每天都有社群的发文，昨天晚上在社群上发的文是说，世界各国都希望跟我们达成贸易协议，哇，好期待啊！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老好人美国很快就会有巨大的增长，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所以美而大这个相关的法案已经通过了嘛？到底如何让美国变得更强大？不知道，但是看到的是 Bloomberg 的报道是，习近平在中国大陆的部分，现在正考虑新版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未来10年的计划呢，将会优先考虑包括晶片最核心的技术，还有高端技术产品的生产哦。不过名字可能不会叫中国制造2035了哈，以免又被川普给盯上。那这个2035计划，这个应该是2035计划了哦。所以呢，川普要把制造业拉回美国，那中国大陆是要把高端的技术留在大陆，这是两方很不一样的地方吗？北京尤其还设了跨部会的机构管制稀土，对抗川普，被说这个才是真的杀手锏。这些稀土呢，先前在双方美中对抗最激烈的时候，做了很多禁令，现在要松绑吗？这个强化稀土国安战略的出口这个办公室是新设立的跨部门协调组织，就是冲着美国也而来啦，就是避免有这个打击矿产走私出口的这个美国最需要的稀土的物资在其中。那现在当然双方的谈判还在进一步的细节磋商，但是美国的企业在关税上面的政策，现在大家对于川普的各种宣布都已经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激烈了啊。大家都知道，反正可能还有在变嘛，再看看嘛，没有那么激烈的反应在股市啊，还有各种进出口上。像这个航班，5月有20%的航班被取消，美国的港口货运量本来一系都是空了嘛，那现在暂时又加定的情况之下，却也大不如前。洛杉矶港的执行董事公开的表达是，因为川普的政策关税朝令夕改，大家无所适从。下单的企业呢，基本上也开始取消港口啦、航班啦。2025生效的关税重创农业跟制造产品。接下来，洛杉矶的货物吞吐难以大增，也回不去了，也不知道花多少时间可以回到从前。但是应付高关税，美企有一个妙招这也是听起来蛮厉害的。我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方法，就是说，你现在进口是要用首次销售原则，就是说，例如我在大陆生产了5块钱，然后到了香港转口变10块钱，再卖到美国去变40块，对不对？那现在课关税的价格报税的基准就以第一次5块钱这个基准首次销售来算，关税加再多也不怕，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的概念是这样。但是川普呢，到底这次川普的所有政策是让美国强大，还是他自己的荷包强大呢？算一算就知道，川普投顾好厉害呀！重返白宫才100日之后呢，光第1个月就帮川普集团赚进了600亿耶，是亿美金呢大概对不起，身家来到了54亿美金大概台币600亿啦，这是台币这个算一算呢，也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他的股价的资本之外，川普集团的各种投资，他的女儿、他的儿子、他的他的女儿的这个老公到处的投资都大赚钱，那赚了比选战初期2倍的身家更多，好厉害哦！所以川普集团就赚这么多，他的家族更不用讲了呀。那以苹果来讲就很惨啦，选前是支持民主党，这个代价这次还没去中东不像辉达还跟着川普到那里去出访，是不是触怒了川普呢？库克已经说要对苹果如果不在美国制造的话，就要加征25%的关税去封杀 iPhone 的感觉。那现在是说背后恐怕还藏有库克的恩怨在其中，最喜欢报仇了，有仇必报。纽约时报的报道，川普5月13号、16号带了这么多矽谷大佬去中东，就只有苹果缺席，好大的胆子去传库克亲自婉拒川普的邀约而惹怒了川普那在中东的时候一直提到库克缺席，然后甚至说如果在印度如果制造的话，就要给他如何的代价。他反而一直赞美黄仁勋亲自来到现场，说库克没来，你来了。这个是一个国家元首，他对于这个企业界的态度也是各种的锱铢必较，有仇必报。所以他的回归川白宫呢，赚钱。
复仇啊，是不是都算做到了呢？还有哈佛，他也要报仇啊。哈佛当然也是当时选前批评他的一个蛮重要的主力，所以川普除了现在这个被暂停的禁令哦，境外生的部分暂时被联邦法院停了，但是呢，他再次的讲，他不会放过哈佛的哦。哈佛的30亿美元拨款转给了职业学校，他夸口我要把这30亿元拿来做伟大的投资，把这个非常反犹的哈佛大学的钱拿走，然后去培养职业学校。我没有忘记，川普过去曾经公开演讲，他是这么说的：他号召美国的商科学生进车间搬砖块，大学毕业典礼上建议商科的学生，哎呀，去工厂车间搬砖，不要天天想着搞金融投机。就是我来赚就好了，你们去工厂做工，所以他才说要把制造业拉回美国啊！你看，像苹果，他在矽谷的总部里面，每个人都是悠闲的工程师，享受悠闲的企业文化，但是他要制造工厂回到美国，这个是川普要的政策吗？还有网络疯传啊，哈佛到底怎么得罪川普啦？除了选前的这个言论之外，还有他居然拒收他的小儿子被报复，这个是巴伦曾经被哈佛的名校录取，拒绝录取啦，产生了报复心态。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的，那猜猜哪些大学没有录取巴比伦？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啊！凡是川普儿子没有被这个录取的学校，通通现在被攻击了。不过后来啦，也有这个相关的查证查核网站说，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指向巴伦遭学校拒绝过。但会这样想，当然也是因为川普的所有的行径的确有仇必报，有恩不一定，但是记者的事情一定都是没有支持你这边的人，一定要报复到底。川普目前就完成2个协议，一个是跟英国，一个是跟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是对等的关税，都是10%啊。那芬太尼加20%，中国也说原本对于美国的芬太尼的反制措施仍然有效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对于这个协议对川普来讲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川普到目前为止没有达成其他的协议了。他还在等待，那当然时间越来越压迫了，因为7月9号快到了，只剩下1个多月。如果他再不完成的话，他就要跳票了，他就会面临他到底要不要续延，还是真的要课税了。这个对川普来说压力是越来越大。目前德国的总理也表态了，他说他希望欧盟跟美国达成这个都把关税下降的这个协议。因为欧盟对美国课的关税其实不高，美国对欧盟课的也不高，都在2%到3%左右，所以都很低的。但是美国现在已经片面的加了10%了，那欧盟还在等待说我们彼此之间都把关税降到0嘛，那这样的话就应该可以了。但是很明显的，川普是不这样想。欧盟他们到目前为止没有传出有让步的一个态度，所以德国的总理这次表态呢，他说我们希望彼此之间都把关税下降，但是如果说美国执意一定要把关税拉你的基数10%的话，那你来试试看，欧盟就一定要反击。所以他们跟欧盟的协议最后会不会冯德莱恩出卖欧洲，我们不晓得，最后来看，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日本呢？日本的第3轮跟美国的谈判也无疾而终，没有任何成果。现在日本的经济再生项要再度的去美国。在5月30号要赶快再跟美国看能不能谈成。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在6月中，在加拿大召开的 G7 的峰会的时候石破茂要跟川普见面，那希望能够2位这个领导人见面，能不能拍板定案？但是如果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部长跟日本的还没谈妥的话，那6月中旬要能谈妥，可能也就困难了。所以现在2国之间也是很紧张，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协议啊。川普讲的说，协议将会有一篮子都快完成了，大家也在等嘛，等待说，因为大家都在观望这几个比较强的经济体跟美国到底是牵成什么样子，所以大家都往后顺延。太强的他就不敢报复，不能报复，只敢欺负弱的。那所以弱的都躲在后面排队嘛。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是对等嘛，都是10%。那现在欧盟还没有签出来，所以其他的像印度啦、越南啦，很多国家都排在后面看嘛，先看你们玩到什么程度，我们再来说。那所以对川普来讲，他的压力其实是有的，因为7月9号到了以后，他就会面临到底要不要按照
他原本在4月2号所宣布的那个对等关税克还是不克啊？这个如果不克，川普的颜面就无光了，他的威严扫地，大家就不把它当做一回事了。可是如果克的话，那这个就是按照他们的码头的目前的这些港口，他们的焦虑，因为货轮确实越来越少，然后大家都处于忐忑不安的一个情况。美国不敢下单，但是问题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美元一直在贬，关税还拉到这么的高，物价一直在上涨，那美国的情况怎么办？美元是一个消费大国，那它美元一直贬的时候，你进口进来的货物本来就高了嘛，然后再加上关税，两个关税一个美元贬，一个关税一高，那它的物价当然就高。那你联准会你让它降息，它的难度也就越来越高了。所以我觉得，川普把自己也把全世界搞得一塌糊涂。现在的情况是，目前传出说美国企业有一招，以原始最出口价的价格作为一个申报的一个基准点。那这个到底能不能行得通，我们也在看嘛，因为这只是传出来，到底最后会不会走得出来啊？我们也在观察说，这个到底会不会最后是这样做？有关于库克啊，因为对川普来讲没有错，他一直要苹果把他的手机的生产制造移回美国，可是库克自己都说了，他当时在中国大陆建立这条生产链是花了10几20年的功夫啊，因为你想想看，小到任何一个螺丝。这么小这么细的螺丝，你都要很多中小企业，有多少万多少千家的中小企业去生产各种不一样的这种小的零配件。那你美国如何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如果你美国没办法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你要把这个手机业移到美国去，你要花多少年的时间？而且它的成本会多高？到最后，苹果的手机在美国也好，在全世界怎么卖嘛？所以我觉得以川普来讲是强人所难啊！这个真的是让这个苹果它处在很艰难的地步。是委员当看到川普的新政策，要把制造业拉回美国，用制造业就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吗？他跟大学生的讲话，然后现在的政策的做法，要库克把工厂搬回去啊，这蛮匪夷所思的。对，其实现在这个高度全球化的一个世界，你知道，川普真的是不知道数赌的少还是怎么样。你要搬不是那么简单搬过去。比如我接续一下刚刚岳先所讲的那个苹果的问题。苹果生产链很多最早建立在中国大陆，所以很多零附件啊这些大大小小是在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有办法供应它，你到其他的地方未必有这个办法。那这已经经过了这样10-20年了。你现在如果说他要搬个工厂搬回到这个中国大陆去生产，到美国生产，你零附件还是中国大陆提供给你，你假设中国大陆一定会提供给你吗？他到时候他挡住你1件、2件、3件，找个理由挡住你的产品就出不来了。手机跟别的东西不太一样，它要推陈出新，它永远要吸金，吸收人家眼睛，所以它每一段时间它要推出新的东西出来，所以它是抢时髦、抢时尚啊。如果中国大陆不配合它，你怎么那说没关系，我美国再来这个建立这整个的生产链，那请问你是不是也要花个1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可能性是很低。第二个，他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当时建立这个生产线？有一个很重要考量，中国大陆同时也是个全世界算是非常非常大的市场，所以苹果在中国大陆销售，中国大陆并没有挡它。你现在就要把整个生产链要从中国大陆移走，要移到美国去，美国那中国大陆那它有很多方法可以挡住你。公务机关告诉你们绝对不能买苹果的这个手机，然后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又很强盛。然后大家知道，大家都出来抵制苹果手机，那你苹果就丢掉了，新的肉还没有吃上口，嘴巴的肉就丢掉了。这个我想要不愿意。有没有可能卖给全世界，除了美国？这样不然的话划不来啊。对，我很稍微讲一下，因为刚刚讲到稀土的问题啊，中国大陆在稀土问题上面绝对不会随便让步的，因为它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像去年来看，
双方的贸易额，中国大陆跟美国6880几亿美金呢，而中国大陆赚了3600亿美金，好像贸易量很大。可是你去看中国大陆卖给美国的东西，主要是电机啊、电器设备、零附件啊、机械器具啦、家具啦、玩具、塑胶成品。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可以替代，只不过在中国大陆生产量跟价钱方面是便宜了很多，划算。所以你如果挡住他们的货品到美国，美国马上就通货膨胀。川普怕是这个样子，所以对中国大陆，他真正的法宝不是现在的东西，大宗的这些外销品，真正不能在稀土，因为你没有稀土，你 F-35未来你怎么办？没错，对不对？你的飞弹怎么办？你的 iPhone 怎么办？还有很多，譬如说电动车也是。所以也就是说，他这个稀土哦，日内瓦谈判以后，这个他的那个美国那个代表被问说啊，他是不是答应稀土放宽？中国大陆他是的 ，yes。请问你放宽了没有？没有放宽啦，他只是把大概45家的美国厂商哦，有的从管制的黑名单拿掉，有的是从禁止销售的黑名单，有的是管制投资贸易的那个管制名单拿掉，加起来他45家。但是每一样稀土的出口，美国这中国大陆中国政府都要审查，整个过程差不多1个月。所以而且你还不见得最后可以拿得到。中国大陆知道这是他最后法宝，他说什么他都不会轻易放松。他知道川普是一个善变的人，你现在答应了他，到时候他反悔以后，你就完蛋了。所以这个是他的 last resort， 最后的手段，他不会放松的。聂老师哦，当我们看到川普讲150个国家等着要跟我签呐，现在随时都可以签呐，但很多学者都分析，恐怕6月初就会先给一些通知账单来啦，就是说如果配合的很多的国家就先给账单，也不用谈了啦。但否则他说这个很快就有很多国家好日子来了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OK， 这个我先等一下，我先补充一点讲这个。从我经济学角度来讲，因为美国真的20年空洞化的不得了，叫制造业空洞化。如果以产业英打曲来分的话，第一产业龙鳞渔牧，第二产业叫制造业。可是美国很快提升到第三产业叫服务业，他把制造业全部丢到其他他认为可以利用的，我讲利用来讲好了的国家。那连 labor intensive 就劳动密集的国家开始非常辛苦帮他做，帮他等于是全世界赚钱都没错，但他其实赚最多，他在上面的设计啊服务端是做最多。那他享受，别人吃苦，但后来慢慢人家累积了财富，他慢慢没钱了，他把银行的钱他借来的，人家都存到银行，所以他现在觉得不公平，想搞关税嘛，是这样。但我再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我们讲比较利益、绝对利益里面是有很多没嘎的了哈，但是制造业空洞过于倾斜，它拉回去是对的，可是他强调的不是第二产业的制造业，是2的平方是第4。因为现在的科技除了部分它必须的制造业以外，主要是资讯科技制造业，那是2的平方。第4产业叫资讯科技。其实川普他并不笨，他其实像 MAGA， 他的确有这样想，但是没那么容易。美国第一，劳工文化不太可能这样那么快；第二个，他所有这种尤其资讯科技的厂要设厂没那么容易；第三，美国10几20年来它的基建已经差到不得了，它没有一条高铁到现在，所以他已经比不上中国了，所以他不要再想了，真的。他这个是梦想了，变成他以为美国很强，都做得到，错。好，那你刚刚讲这个哈，你刚刚讲一个很重要嘛，刚刚讲到，我之前也分析说，你丢了关税，放了鞭炮，噼噼啪大响哇，大家都听到，而且都很害怕，你放太大声了嘛，大家都吓到了。然后呢，他遇强则强，人家还有更大声的吓到你，遇强则弱，遇弱则强。那些小国，他讲的就是说，大家都希望来跟我们谈判，都是小国弱国啦。台湾是其中，我们最怕台湾是完全妥协式的。我就讲说那种投降式的关税，那是完蛋了，而且你不能投降，就算你筹码低，你也要有点嘎子。我们的电子业，我们的台积电，这都是我们的利剑嘛，这不能随便亮。好，重点就是强国，你看我们讲中国的 like for like 的以牙还牙，他就是做到了，因为他有筹码。像刚才这些委员讲那些什么这稀土这些，都是他很棒的筹码等等的啊。还有包括之前做了好多的动作，还有呢，他还有筹码，他们认为的。好，我现在讲一下，川普现在中了一个问题，他鞭炮放太大声了，他这个关税他麻烦了，因为他打全世界少子，大家吓到慢慢醒了以后，你会发觉有人放的比你还大声，结果人家都很稳健的，搞不好是用声音放，你是真的鞭炮满地，他要去收拾残局哦。他过一阵要一一收拾，他面对太多人，他精力都不够，你知道吗？他最后完全匮乏。这个重商重利哈，狂妄自信的人，我跟你讲，个人主义太强。
他认为他说了就算，他认为要走的路就错了。他应该有智囊团，他的智囊团又太中心内阁，都听他的，都帮他讲话，他讲什么就讲。我觉得真的要用智慧啊，他真的有好的经济学家，像不管米伦啊，或者那个拉巴罗，他们真的不能太极端，他们要很中性地告诉他，你这样做下去会死路一条。那相反的哈，我们现在讲一下，因为美国真的中了一些问题，也就是它这个未来要收拾产业更惨，因为它现在都那么高，其实都全部都回地球打到自己了，你信不信？中国就是打的最大的嘛，欧洲还要再打，你知道？其他小国你不要以为越强越弱你就强，我告诉你一样会打回来，它还是一样损失。最后我要讲中国不一样哦，你刚刚讲中国制造2025，这个我稍有研究，那个文本啊很重要。为什么2018年3月22号会打出贸易战？当时的贸易战301方案就是中国制造2025。我有一些演讲叫都是中国制造2025惹的祸。为什么呢？中国有3步走，有2个3步走，一个是从江泽民1993到2003的，把国家从汇率改革变成了从穷变富有。第二是胡锦涛的时候呢，跟这个温家宝时候的2003到了2013，把他们富到了很刚，但是想强，习近平上来了。2003到2023，当现在已经过了他第3届了，这10年他要刚要强，所以喊出了中国强的100年梦。这个100年梦很厉害，那他配合了他的经济成长，他在1950年代就所谓的5规划。他以前要5计划，他要5规划，规划一直规划到大家知道2026他有15规划哦。我觉得中国让人家厉害，就像我在高中跟他们讲说，你要成功你的未来3个步骤：第一，定目标、排计划、勤努力，中国都做到了，包括 AI 做得非常好。不止我要讲，就中国制造2025，我们现在时间有限，要不然的话，我跟各位报告，2025是2015年写的，是2014年他参加汉诺威会议，他们去跟中德签的中俄工业4.0，后来在2015里面弄了2化，叫工业化、资讯化，3步走，这个3步走叫做25、35、45。它是中国100年梦的主要梦，在2049要号称世界第一，所以没有2035这个文本，也没有2045这个文本全在2025里面。2025有3步走，所以你刚刚讲的2035是现在他们走进了2035的中国之后，他们不会停的，还要往前走的。美国压不住的，这个呢，我们有空可以聊，因为他们的大经济计划其实都在配合他们的25、35、45，要走到2049的100年梦。其实也就是因为发现中国大陆的步骤走到 AI 啦这么强大，所以美国才会紧张了嘛，开始限缩跟围堵嘛。那来看看美国之外，欧盟呢？当然，川普又改变了政策，他就说：“哎呀，现在我们可以再谈，然后还有延后，现在要降下来，不是立刻施行50%了。”好，但是法国的马克宏，现在全球已经不是非红供应链，叫做非美国供应链。不过马克宏急着要去各国其他亚洲国家来串联的时候，下飞机却被拍到被太座打了一巴掌。看看这个画面，这个机舱门一打开，大家看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哦，真的是忍不住惊呼一声。我虽然看很多次了，还是会忍不住惊呼一声。就这样活生生被打了1拳还是1巴掌，可是他反应真的很快，面对镜头马上要摆出了职业性的笑容。可是厉害了，因为他下飞机的时候可以看到，平常都手牵手走的这个第一夫人呢，不跟他牵手，各走各的，保持距离下飞机，所以保证太做不开心啊！第一夫人到底怎么回事？画面你看看，手是不牵的，过去2个人手牵手走下来的，这代表了老婆真的不开心呐！他澄清没有，我们只是在开玩笑，被讲得很夸大啊，好像行星级的灾难一样，但是真的蛮好笑的。灾难画面还有过去，其实这段时间以来一直有画面被做大了哈，例如5月的时候用过的纸巾，在这个会谈上面被说成是骨科碱。吸毒了哦，那仿佛要隐藏什么，不要被媒体拍到一样，就大家说不是啊。那刚刚画面看到的是在这个场合里头，一起在白金汉宫取笑川普，也被录下来。而这个是在这个造访地方的时候被民众差点挥拳打到的画面。所以马克宏现在积极在欧盟当中，他想要当欧盟的共主吗？那当然不容易，所以他飞到越南，刚刚这个画面是出现在越南，他要去越南抗衡，包括美国跟中国找第3条路吗？在南海领土主张越来越强硬的情况之下，北京的部分，所以越南他为了想要有各种的第3条路分析里头，这代表性的区域国家还有亚洲要去走啊，那有什么成果吗？说哇，卖空巴跟卫星服务，这10年来首位造访越南的
法国元首。过去法国怎么看得上越南这样的国家呢？现在亲自去，当然是在美中对抗里要找生存的空间呐，要合作核能、铁路、空巴啊，多买一点空巴。接下来还要去新加坡，这形成的重点就是年度的香格里拉会谈。而马克宏是第一位受邀发表演说的欧洲领袖，凸显了法国跟欧盟希望在印台问题上可以取得发言权，不再只是跟着美国走了哦。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国大陆的部分，它的脚步一直是非常的前进。李强去印尼访问，那转到马来西亚出席联合峰会。东协、中国大陆跟海合会峰会所展现的抗美联盟呢，东协也不再客气了。这一次呢，直接发表演说，这个澄清声明说，接下来呢，川普政府既然对东南亚不客气，那么他们也不会保持沉默。5月26号，东协拍板新版的东协货物贸易协定，明确表达反对单边主义，要以集体制度来改革应对美国越发激进的贸易政策。联手啦，柬埔寨啦等等这些国家没有再配合川普的政策了。而李强这一趟东南亚行，被学者来分析，就认为这个进一步巩固双边高层的互动，印尼啦、东南亚3国啦，凸显东南亚国家的重视，也代表着这个非美的世界供应链联盟的成型。而川普的关税让东南亚从中国进口直接增加2%。你挡住美国的货物是吗？那么越南、泰国其他国家自然就可以替代，所以也不要低估中国消费者的这个消费能力。这个是来自于外媒的报道因为东协也把中国当成庞大的市场，线上零售系统目前也还没有完全释放它的消费能力。那可见在听众院的一场听证会上面，一段谈话展现中国实力。刚刚几位来宾都讲了。早就美国比不上，所以制造业搬回去有各种的困难，很多残酷的事实。听证会上，直接美国参议员托雷斯展现的现场问的问题，就知道答案。Controls almost all of the world's rare earth mining. Which country controls almost all of the critical mineral processing and refining? China. Country is leading when it comes to drones. China is formidable. The United States also has capabilities as well. But who can manufacture at scale? China. And scale matters in a war. It does. Which country is leading when it comes to robotics? China, again, has formidable advantages here. The U.S. country is leading at the moment when it comes to shipbuilding. China dwarfs us both in commercial and military shipbuilding. 看到这场听证会也说明了现在美国的困境。那么，川普以为自己美国非常非常强大，所以可以霸凌其他的国家，但现在所显现出来的正是他的弱势。目前在整个战争的总体能力来说，美国不耐久战，因为美国的整个完整系统的制造业已经不再存在了，所以它的航太工业也好，或者它的造船工业也好，甚至它缺稀土，它根本没有办法用在军事科技工业这个部分，所以它基本上来讲，它没有办法在应付一个长期的一个战争，它只能够打现有的这个导弹的存量的一个战争。如果战争要往外拖长的话，目前它的这个战舰的生产能力不够，它要依靠日本跟韩国。可是日本跟韩国就在中国的周边，而且中国的导弹是可以覆盖整个日本跟韩国的所有的造船厂。那美国你说要经过一场战争，再生产出像当时这个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的时候，美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它的这个造船的能力，重组舰队，美国做不到了尤其是现在的造船的科技能力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复杂化。那目前我们所看到是中国大陆可以，美国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当坎贝尔的在听证会中，他必须要诚实的回答的时候，他的评估基本上来讲就值得大家去深思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有时候不要再在台湾在做愚民的一个工作了。连美国这样的一个台湾一直完全依靠他的国家，而且对于两岸那么熟悉的坎贝尔，他在国会听证的时候，他不能说谎嘛。所以当他都一个一个都说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真的是提醒民进党，不要再愚民台湾的民众台湾的民众并不呆，那会想欺骗台湾的民众的，你才呆不要把台湾人当成呆子。
马克龙的处境是在哪里呢？马克龙的处境是内忧外患。你说他被打那一拳吗？哎呀，太太打先生，先生就刚好而已嘛笑一笑嘛，哦就是开心一下。纪念之谈，纪念之谈。又是我要内忧，不会了，一回生二回熟，疫情不会打我的啦。好，但是我的意思是在于说，马克龙确实他面临一些困境，那他希望到东盟的地方里面去，希望说在中美两强相争的时候，东盟有一个东盟有一个第三的选择，就是欧洲，以法国为主。他的到越南的时候，其实不能算是失败，但是被于他太太的这一拳，全部都稀释掉了。被老师打了嘛？哦，他本来就是学生嘛。可是我个人是认为，其实这个事情本来是很好处理，但是说谎反而不好处理了。他首先说这个影片是造假。哦，他有说过造假呀？他有说哦，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发言人说这影片造假，然后结果被人家证明说这是美联社跟路透社拍的，你等于是把欧美的媒体说成是造假，而且那么多媒体都拍到，后来承认这照片为真，接着又说这是极右翼跟俄罗斯的诡计，那人家就觉得听不下去了，最后他才承认说是吵架，开玩笑啊，开玩笑的，先是讲吵架了，后来说是开玩笑。然后他的发言人就说，这是他们两个疏解压力的方法，这个太牵强了，扯不过去了。好暴力，是？请问聂老师，好，是疏解压力会这样吗？这样子我讲，我觉得这次马克龙两个不爽嘛。第一不爽，他就是不爽他太太了，这一次给他没面子嘛。那当然我不知道前段有这么多的过程和程序啦，什么他讲那么多，对我只看他被打的画面，但是那个画面很真实，就是他只有只好承认。不过他是不是开玩笑，然后逗他这样打，我们不知道。但下来不牵手，这就比较怪，感觉就没那么好。的确应该前面有小吵架，所以他应该很不爽。还有后面媒体还把他去各种合照公开场合，本来都站很近手牵手，哦，现在都有距离的。没错，就是说我今天一个这个挺挺的这个法国长得也不差，又法国一个这个最尊崇最高位的人，你今天太太跟我出去要给我面子，你看川普出去每次都要面子，不给我就算，结果后来又被越南那边或者各种媒体的这个渲染到这样，他很不爽，他更不爽那些媒体，所以双不爽了。我觉得马克宏刚刚讲到内忧外患，我的看法是，他现在为什么那么积极到东南亚这些国家？他以前不一定那么的看得起，尤其你知道法国人很自己觉得 arrogant， 你知道吗？自己以为优秀，你知道，顶多找一些这个阿拉伯人、摩洛哥人啊、北非黑人来打工，你知道，因为他们这一次啊，这个对美国失去信心。从这个俄乌战到现在一路走来，你不觉得美国给他们好多次失去信心？我要配合你，你就卖给我们东西，把它切断，就卖给我们比较贵，你记得吧？这些东西，天然气啊、石油等等。好，那现在关税一打呢，你跟我们又动不动打，我们是盟友嘛，不是你的民主联盟，你为什么你打中国就算，为什么还要打我们呢？所以他也开始跟你抵抗，觉得你美国应该会放点手，结果不是所以我觉得他有种种原因啊，造成他会想要到别的地方去走。当然我不知道印巴战争他的飞机这个被打下来有没有这个心生难过，想要快一点这个找一些其他出路了哈。好，那我现在讲一下这里面呢，我能不能讲一下这个？讲到 Asian， 你刚讲到东南亚各国没有错，因为川普的贸易战让这个不管。我想美国也不会想放过他们，那因为他也要课他们关税。那这时候东南亚各国的这些，即便我们刚讲是弱国，但是心中并不会高兴。所以呢，刚好有一个中国来跟他们有一些互相的一些合作或者商号的一些这个配合，那我觉得这是他们心中想要的。因为各位看一下历史，这20年来，从我讲这 WTO 大家开始世界是平的之后呢，就一直传出了，你看东协各国从5、7到10国以后叫 Asian country， 后来 +1， 这是很有名的。当时 +1 就 China， 因为中国崛起就在 grow up 很快，在不明那一段时间就 +1， 大家都要跟他合作。如果你记得那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现在他们还是想跟中国合。再来就是中国开始基建做的非常棒，叫基建狂魔，不然做桥啊、铁路啊，让这些人很想要他的技术。而更何况刚才没讲完，这中国制造2025是不简单的。为什么川普2018要丢了贸易战？还有一个叫厉害了我的国，那里面告诉他，中国2014开始丢了个大经济奇迹化，中国晶片，中国的科技为世界第一。我要强调是中国制造2025里面最主要不是两化、工业化、资讯化，也不是三步走很重要，最主要是9大任务和10个资讯科技、10个科技未来，包括资讯科技、航太等等。如果你去了解，你就知道他们未来怎么走。这些对东南亚各国来讲，不只是消费，还有高阶的消费都有可能，甚至中国的扶持。因此，你知道金砖4国怎么出现？就是2个大国，2个资源大国，2个人口大国。人口大国表示国家的需求大 ，demand。
只要需求大，消费就会大。这个东西到现在虽然它有所谓的人口红利慢慢渐失，但它的确还存在这消费力，因此东协各国都还是会想跟中国多一些合作的。是委员怎么看？马克龙是10年来第一个访问越南的法国总统。没错，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个美国这样的强硬的情况之下，他也担心像越南这些会低头，那他们以后的潜在市场都没有了。越南这次买了20架的空中巴士，对，空中巴士，空巴，20架，看起来不好了，好像很少，但是你知道他这样做，你也就可以看出东南亚这些国家其实蛮灵活的，他们都被西方帝国主义殖民过，他们都有他们的灵活度，知道怎么去处理跟强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我答应买你波音，但是空中巴士我就给你买20架，他要保持他的选择。一般来讲，他这时候应该不要得罪美国，因为川普给他的关税是那样的重嘛。可是他有这个选择，所以台湾不要假装我们没有筹码，你知道，人家有稀土，我们有台积电啊，我们只是把台积电好像当粪土，不注意一样，不重视一样。我听马克龙讲几句话了，他的太太是他高中老师，对呀，而且大他24岁，有人说是大25岁，你要怎么样呢？马克龙其实他很小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所以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跟祖母住在一起的，所以你知道他对这种形象，对祖母的怀念，他最怀念的是他祖母。习近平大概是去年有到法国去吧，他是在庇里牛斯山区接待他，他说那个是他的第2家乡，最重要是他的祖母埋在那里，长眠在庇里牛斯山的这个山区，法国的这一部分。所以也就是说，马克龙对他的太太愿意，他要去娶一个比他大25岁、24岁的高中老师，应该也是如果跟他的童年期、跟他的父母的离婚、跟他的祖母对他的照顾、他对祖母的感情，大家都有关了。不过话又讲回来，他被打人都没有什么话说，我们在这边。人家讲，人家在吃米，我们在化修干什么嘛？对不对？是。好，我们接下来看看印度跟日本，因为这2个国家突然在整个经济成长的数字上，颠倒过来了。发生什么事？庆祝不是庆祝战争胜利了哈，所以请他们换庆祝印度转型成功哦，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4大的经济体，现在是一个4兆美元的经济体，把日本给打下来了，要升全球，大概未来2-3年要取代德国成为第3大经济体哦，这么厉害吗？那印度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怎么样不可思议的成就呢？很多宝莱坞巨星大家都在发文呐，哇，才独立75年，哇，不可思议的成就啊！还要向印度的军队继续致敬，当然是说他们跟巴基斯坦算胜利的嘛，哦，所以印度的军力究竟有没有紧追中国？印度曾经公布军事强国的排名，全球前4大洗牌，他连军力都成功跻身在全球第4这样的身份，为什么大家来宾笑了呢？好，全球火力排名出炉，这个国家第4名，紧追中国，就是讲印度嘛，哦，所以日本现在怎么回事 ？GDP 往下掉了，那整个国情，因为现在还有石破茂的这个选举的各种危机啊，跟美国的谈判现在也卡关，因为民意压力太大。日本米怎么回事？应该是很受欢迎，现在美国米都还没进来呢，就突然发生了这个涨价哦，飙涨，然后连续2周创新高，还缺货，怎么了？那日本政府只好紧急释出30万吨的储备米，取消竞标，赶快出来。然后因此有各种的销售对象限制啊，让民众可以买得到米。哇，日本米买不到，发生什么事啊？我们前一阵子只是买不到卫生纸，买不到蛋，米那结果呢？居然还发生民众，日本是治安最好的国家了吧？还有民众去偷米，一个70岁的老人家去偷那个小型冷冻库，偷5公斤的大米，结果被抓到了。为什么？里面居然有装 GPS， 太厉害了，就直接防盗系统被抓了，苹果的定位系统 AirTag 了啊，所以被抓了。这显示日本缺米，怎么回事？到这么重要的民生物资，是因为天气炎热，还说什么日本去旅游的外国人太多啊？米会缺到这个地步，那其他的各种原因不知道怎么回事，但的确民情蛮紧张的。而川普的部分呢，美股也要抓了蛋啊，日债的殖利率也飙升，台币也一样啊。整个先股牌效应所造成的效应，巴龙周刊就说，日本公债殖利率上升会引起的股牌效应，对于日元利差的交易，对美股来说却是个坏消息。美股今天这2天休息了，但马上开市呢，又有各种的挑战。
我觉得印度啊，他们自己开心也就好了啦哈，但是他们也继续想要自嗨，就让他们自嗨了啊，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我觉得，IMF 的评估不是这样认为哈。虽然说在2024的时候，印度好像是超越了日本啊，但是 IMF 估计在今年2025的时候，日本还是超越印度，大概在4.多兆左右，而印度就有3.9多兆啊。所以等于是在2025的时候，日本还是排名第4，这是今年最新的。如果印度要超越日本的话，可能要等到明年。那当然前提是印度的 GDP 必须要维持目前7%左右的成长率啊，日本还是维持目前的低成长率的情况。那印度就有可能在明年的时候会超越日本，但是现在高兴太早了，因为2025年 IMF 的估计，日本还是会再超越印度。印度的人均所得还是不够高了，现在大概在$2800左右，日本是比它高的啊。印度即使它超越了日本，然后他说他在2到5年到3年内，他一定要超越德国啊。德国也现在在努力的对于他们的经济的下滑啊，在努力啊，在奋斗中。那当然，他们选出来的新的总理也在看看能不能解决德国的问题。但是，以现在的印度，我个人倒认为，它是不是能够继续维持高速度的成长？我觉得可能还要再考虑，因为目前来讲，川普所推动的这个全球的关税战，它造成的世界的生产秩序啊，真的是有点混乱了。那在目前的关税战的这种冲击情形下，大家都已经大企业都已经不敢再做财报了，不敢再做财测了。那我们基本上要预估未来的成长率难度其实是越来越高。那有关于军力的排名啊，印度说它排名到第4，他开心就好了。就是你反正你最棒嘛，你明明被打下5架战机，然后你现在派了你的资深的议员到各国去，到日本人家接待你15分钟就放牛吃草了，到美国人家连理都不想理你，到法国就在法国那边拍一张照就做大内宣传回国内，然后现在莫迪还继续说我们要继续欢庆我们打掉，然后到法国的时候他就谈到说他们把这个 F-16战机打下8架，哇！如果 F-16战机被印度打下8架，美国怎么没有声音呢？这个是大事啊。然后法国现在派了一个他们的调查团，就是达索公司派了一个调查团要到印度去，他们要去检查一下他们当初卖给印度的这个阵风战机，他们想要了解是怎么被打下来的。结果印度拒绝达索公司进入他们的基地去盘点，他们现在还有几架这个阵风战机，那就代表什么？他们害怕被揭露出他们到底被打下几架，到底被打下2架还是被打下3架？目前来讲也不知道，到底被幻象被打下几架，阵风战机被打下几架，印度到现在都不说。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消息，那么唯一承认是达索公司说我们有被打掉，美国说你的2架阵风战机被打掉，然后这个巴基斯坦说你是打掉3架，2架阵风1架幻象。所以我想印度的一个大内宣一直在愚民，可是我觉得以目前互联网的时代，你可以包得住一时，你包不了未来，因为你总是要开放嘛。你一旦开放以后，这些讯息慢慢的又传入印度的时候，你怎么办？我觉得莫迪的这种愚民的政策走不久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印度最近一直在庆祝战争胜利啊，跟巴基斯坦庆祝自己的这个世界经济排名实力已经超越了日本。印度是蛮有意思的，你看这次跟巴基斯坦的打仗这个我先不讲打赢还是打输了，因为这个放假10天，打赢都不应该放10天，何况我看搞不好是打输的可能性比较高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国家就是有点夸大，我觉得有点报喜不报忧。但是我承认它的潜力真的很大。第一个，它的人口就是一个最大的红利，
14亿多的人口，全世界最大的国家，而且很多人口都非常的年轻。不管是印度人，真的是非常聪明。你看，全世界有很多的数学家啦，这些什么金融包括天文、还有物理学家，还有像这个你讲药品，还有譬如说半导体，很多 CEO 其实都是印度人哦，他们真的很聪明啊。这问题就是说，你很聪明，但你有没有办法整合？犹太人的厉害是他真的很会整合，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很精致。印度有点大而无当啊。而且我最不服气的就讲说，印度国防部公布说，他们的兵力全世界排第4，就是美国、俄国、中国大陆过来就是印度。你知道他号称他的战机啦啊，这个军用的飞机有2200架，我就不要讲说他还在用米格21啦、米格27，还有米格29，这都不讲。你知道他有英国跟法国合作生产的叫美洲豹攻击机，这个攻击机已经几岁？你知道，46岁了，46岁了，他有120架，有6个中队。你说这么，他虽然说他有更新过，可是一个飞机46岁了，你怎么样的去帮他拉皮什么的，我看都不太容易能够达到现代符合现代化战争的要求吧？是不是？是。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印度是这个国家是比较夸大一点，而且最重要一件事，它自己跟中国大陆每一阵子就有一个边界的冲突。跟巴基斯坦每一阵子就为了克什米尔，跟周边国家没几个关系好，还没有讲完他自己内部。对，因为目的他是强调印度人的民主主义，而且非常的排斥别人。印度还有2亿的回教徒，占人口的15%。哎，不要忘了，他除了这个，还有锡克族，大概2500万人。庞加普，他们是要追求独立的。2023年，他们把加拿大的庞泽普的这个锡克族的领袖把人家杀死了，引起了印度跟加拿大之间的外交上的冲突。所以也就是说，印度其实你去看哦，它内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好，我们马上回来。很难想象日本现在居然米价飙涨，甚至缺米。还有个老先生76岁去偷了1包米，还立刻被抓到，因为里面有定位的。OK， 那个我自己本人在日本有经营一些小生意啦哈。那个我也在日本常常去，但是我必须跟这个观众讲一下，假设你有日本关系，或者你去那边日本玩，绝对要小心，去任何超商不要有侥幸心理，随便拿东西很重要，因为它每一样小东西再小都可能会被追踪到。我们去 IKEA 是不是有那个尺拿回去没关系吧？你信不信？我发现有人就是到超商，我不要讲哪一家哈，在中野拿卡罗里面拿了回来，他以为了没有关系，以为是2尺，但它是卷起来的，可能那个比较好一点。结果你走没有多久，很快警察2个脚踏车就追到你了，就开始要你搜身。因为他就觉得你有被定位了，这个要小心啊！所有产品都有定位的。对，日本是一个很重这种信誉的民族，除非你要到山口组去混，要不然的话，你只要被打黑了，你这一辈子就很难混。这是日本啊，非常重这个，要小心。